家好，我是中华情报员小华，我会专心为大家搜罗最新最好看的中国新闻和时局分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哦。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最新时局消息，记得订阅并添加小铃铛哦。本次我们来聊聊小编最近收集的有关疫情之下世界格局即将大变，有自己看法的小伙伴也可以评论一下哦。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中国全力抗击疫情，并尽最大努力控制人员流动，让世卫组织以及很多国家都盛赞，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然而，有些国家却污名化中国，不用正式名称称呼病毒，而是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等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词汇。没错，这里说的就是美国，要知道，就连总统特朗普都这样说。而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就是在未确定病毒来源的时候，将黑锅扣到我国头上。然而，近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自曝家丑，让美国陷入舆论中心。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连发5条推特，怒对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同一天，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华春莹也在推特上公开表态，怒对美国把新冠病毒称作为中国病毒是完全错误和不恰当的。新冠病毒爆发初期，很多人都以为起源是武汉，但随着调查深入，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疗专家们已经提出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但起源很可能不是在武汉的观点，而这个观点也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一些认可。但就如同前文所说，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罔顾事实，一直使用武汉病毒这种歧视色彩浓厚的词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掩盖自身失误，想在舆论上先把自己撇清？实际上，随着调查深入，之前已经有国家把矛头指向美国，比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表示，通过分析表明，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一种针对中国的生物武器，已经有很多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伊朗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也称，我们已经被卷入了一场生物战争，冠状病毒很有可能是一种针对中俄的生物武器，可能是美国人生物战的产物。这场疫情已经演变为中国上半场、国外下半场的格局。本周，全球已有多位政要确诊，全球股市暴跌，国际原油价格狂泻 ，NBA 停赛，欧洲被推迟，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是世界超级黑暗的一周，也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周。全球股市崩盘，美股历史以来熔断发生了3次，第一次是在23年前触发，而另外2次就在本周上演。本周美股最多时一次性狂泻2300多点，在历史上为首次。美股11年的长牛市在本周跌入神坛，进入熊市。股神巴菲特都感慨，活了8、9年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真是活久见。在全球，仅政坛里就有10多位高官感染确诊，连加拿大总理夫人、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部长都已确诊，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可能中招了。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在数日前会晤澳大利亚的内政部长，现已确诊。此外，美议员马特盖兹宣布，在一次保守派政治会议上与一位感染者握手，他将自我隔离。而盖兹上周末和特朗普一起在佛罗达海湖庄园出席了欢迎巴西总统的晚宴，此后他还和特朗普一起乘坐空军1号返回，将自己暴露在特朗普身边。特朗普最近也回应记者，说自己有必要的话将去做检测。现在虽然不确定特朗普感染了，但是风险极高。WHO 宣布新冠肺炎已构成全球大流行了。周五 ，WHO 又宣布疫情已经扩散到了123个国家和地区，现已确诊13.2万人，5000人死亡，欧洲成为新冠肺炎大流行的中心。按 HWO 的说法，欧洲现在的新增病例比中国最高峰的时候还要多得多。目前多国已经采取紧急措施应对疫情，意大利宣布封国，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硬的国家，这次还要加上嘴硬。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嘴硬让世界为之震惊。然而，疫情撕破了纸老虎，美国卫生高官感慨，这是一次失败，我们承认吧。美联储前副主席经济学家艾伦·布兰德则表示，受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美国可能已经陷入了衰退。哈佛大学则直接向钟南山院士请教如何防控。前面的视频我们提到，由于沙特和俄罗斯在原油减产提价谈判桌上谈崩，沙特决定提高产能，降低原油出口价格来对俄罗斯进行回应。沙特和俄罗斯打起了原油价格战，原油价格从原来的60美元每桶直接降到30美元每桶，但沙特和俄罗斯还在死磕，目前没有看到缓和的迹象。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没有了石油，什么都会瘫痪。石油是一种战略资源，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发展。当然，对于原油进口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已经下令要求美国能源部购买大量的原油，以增加战略石油储备。而我国是世界上成品油第2大消费国，这次原油价格暴跌，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相信国内高人早已行动。看来世界格局要大调整了。9.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2020年的疫情将成为第3次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事件，将促使新一轮事件格局加快裂变。随着疫情的变化，摩根士丹利建议增持中国股票，作为全球疫情爆发的对冲资产。A 股市场已经被全球资本市场看作避难所。正如网上流传的这个段子，中国疫情最严重时候，美股没有跌，说明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控制疫情有信心；中国疫情控制住了的时候，美股暴跌，说明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以外地区控制疫情没有信心。当然，段子归段子，不过此时这个段子正如我心所想，无力反驳。钟南山院士说，全球疫情可能会延续到6月份去了，且前提是各国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而在疫情之下，口罩等防护用品成为国际市场的硬通货。但值得深刻思考的是，疫情之下的硬通货 80% 以上在中国生产，而中国并没有禁止出口这类防护品。现在全球股价油价双杀 ，A 股市场在全球暴跌的情况下依然坚挺。中国新增确认病例已经有明显的下降，略松了一口气。现在更多的精力可以转变到发展上来了。本周真是全球对黑暗之周，也世界格局大变起点之周。接下来我们静观其变。哈佛大学也直接向钟南山院士格评请教。3月12日下午，广东省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钟南山院士指出，目前国外总共的患病人数是4万多，死亡人数是1400多，死亡率超过 3.2%， 有点像早期湖北武汉的情况。各国都应该重视起来，从国家层面去进行强力干预。发布会结束后，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同医院重症监护团队一起，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及美国重症监护方面的专家进行多方视频连线。钟南山团队介绍了新冠病毒感染危重患者的临床特点和治疗难点，并分享了快速检测新冠病毒和防控社区聚集性病例的经验。双方讨论就新冠肺炎临床研究开展合作。美联储前副主席、经济学家艾伦·布兰德则直接表示，受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美国可能已经陷入了衰退。布兰德说，如果我们此后回顾数据，最终确定经济衰退始于3月，我对此将不会感到惊讶。现如今我们不会知道的，要花费数月才能获得相关的数据，但对我来说这并不奇怪。谢谢聆听，本次播报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可以点赞关注。下期我们讲病毒来势汹汹，这个小国怎么办？